人家说，越简单的东西，它越困难；越困难的东西，它越值得挑战。所以今天到底是难上加难，还是左右为难？我在讲什么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天当我说出他的名字以后，请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还有最浩瀚的配乐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舒芙蕾。配乐。OK， 那舒芙蕾的原料呢，其实它们也很复杂，那做法其实也没有很难，但是呢，要烤出一个好看的舒芙蕾，确实有那么一丢丢的难，好吧？那这舒芙蕾呢，它美味的鉴赏期啊，就是只有5分钟哦，没错，就是5分钟，因为它只要一出炉以后，它只要一冷却以后，它就会慢慢的塌陷，所以它的鉴赏期只有5分钟。好了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每次上传影片的通知哦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你的纸跟笔，做好笔记，我们要开始喽。好了，那这个舒芙蕾呢，通常啊就是用这种瓷杯啊，非常的经典。那其实你不一定要用这种瓷杯啦，你也可以用你家吃饭的碗啊，还是你给猫吃的饲料啊，只要是耐热的都可以啊。但是建议啦，旁边尽量是直角的那种容器啊，它烤出来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容器我们要用之前，我们要先刷上一层奶油，然后呢底部稍微刷一些，底部其实还好啦，没有说特别重要，但是旁边就很重要了。旁边尽量由下往上的这样顺的刷起来。那这个奶油呢，一定要彻底把它刷的平均不然它旁边只要一粘到的话，那个面糊在烤的时候，它就这样歪一边的，它不会这样直的这样爬起来。擦完一层奶油以后，我们在里面把它沾上一层细砂糖。那我们沾完这个砂糖以后，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杯子先把它冰在冷藏里面，让它里面的那个边缘的奶油让它凝固一点，不然你太热啊，还是放太久，奶油可能会让滑下来，那你的砂糖也会跟着滑下来。再来呢，我们来准备舒芙蕾的面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奶油倒在这个煮锅里面，把它加热到滚。好，这奶油把它煮滚以后，再来我们把面粉，先把火关掉啊，再把面粉冲下去。这个动作其实就跟泡芙很像，你就是要让这个面粉让它糊化，把这个面粉搅均匀、搅散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入牛奶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火，一样是开中火中小火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像煮白酱一样，把它煮到浓稠。煮好以后，我们先把它倒在这个盆子里面。再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打发它的蛋白啦，它的蛋白霜。一样，今天用这个2颗蛋，可以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蛋白跟蛋黄把它分离。哇，优秀！靠，优秀。好了，蛋白跟蛋黄我们把它分开了啊。
首先呢，我们加一点这个柠檬汁，因为这个蛋白啊，怕会有腥味，所以就加点柠檬汁。我们把糖呢跟蛋白一起下去，直接打发就好了啊。我是直接来的，我很不喜欢分次，要么就直接来，直接把它打发。好 ，OK。就差不多大概6分、7分这种发度就可以了，不会很容易滴下来，那也没有很翘，没有像我这么。这时候呢，把这个蛋黄呢加去，因为蛋黄呢它算是一个乳化的元素，所以你加了蛋黄下去，你的蛋白霜就会变得很细致、很漂亮。那你的发度相对的也会稍微降低一点点，所以你稍微打发没有关系，因为蛋黄加下去以后，它会稍微再软一点点。这也不算蛋白霜，像蛋黄霜。好，先加一些下去，先把刚刚煮好这个面糊稍微把它搅散。好，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这剩下的蛋黄霜全部加下去。那今天这个分量呢，大概可以做这种杯子，大约4个。那因为它这个散味期很快嘛，所以你也不要一次做太多，大概做个几杯就可以了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去烤箱烘烤喽。粉丝先吃。好啦，今天这个舒芙蕾有没有烤出来以后，它就开始慢慢的往下消气了，所以要趁现在赶快吃，哇，有没有插进去的感觉就是舒服，冒烟。要吃上这一口舒舒服服的舒芙蕾，其实也是经过好几次不舒服的失败才能得到的。从刷杯子里面的奶油就很讲究啦，有次因为偷懒把奶油溶了，以为没什么影响，结果后来发现刷在杯子里面的奶油厚度太薄，然后容易流到杯底，导致厚度不平均呢，烤出来的面糊更是惨不忍睹啊！也尝试杯子里面的砂糖改成了糖粉，希望甜度可以降低一点，但是因为糖粉的颗粒太小，无法让面糊顺利平整的往上长高，所以我又一次不舒服了。再来，舒芙蕾里面湿润绵密的口感取决于面糊的发度，为了吃上那湿湿润润的口感，我决定用面糊的比重来记录哪一个才是我最喜欢的口感啊。那比重要怎么算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重量除以你的体积。找一个装满水刚好100cc 的杯子，然后把面糊装入容器里面的重量，比如说面糊的重量是50克的话，这样50克除以100，得到的0.50就是面糊的比重。那建议舒芙蕾的面糊呢，还是不要太发。我个人喜欢在0.65到0.68这个发度，我觉得口感是比较绵密的。Nice。还有一般家用的小烤箱，容易加热太快，也不平均，所以烘烤的时候，我也尝试烤盘加水的方式。很明显，在同样的温度、时间情况下，烤盘没有加水的舒芙蕾容易烤歪，然后表面的颜色呢也会来得比较深一点。反而是加了水的烤盘，虽然面糊长高的时间慢了一点点，但是呢却很平均的往上涨，表面的颜色也很光滑，也不容易过干。看看这画面，哇，光用看的自己都觉得舒服了，真的有一种先苦后甘的感觉啊！舒服嘞，嫩舒服。